五代十国人物小故事来了。今天我们讲的人物是冯道。冯公乱世不倒翁，道在心中自不同。大事时君皆过客，得问苍生不问龙。领公这又是何苦啊？郭家父子与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想这天下能有一个太平年才做的这个天下。老夫出世以来，侍奉了10位天子，亦有如李天子这等心智高远的雄主，也有石敬瑭这般绝顶聪明之人，但唯有郭家父子是把太平这2个字挂在心口的。老夫老了，拦不住陛下非要御驾亲征河东，但老夫能提着一口气，替陛下守好这汴梁，凭却这把老骨头再赌上一把，赌赢了，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鹤西去。若是要赌输了，无非是这中原再换一姓天子，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。在太平年的电视剧中，冯道的2次露面把权臣2个字写在了脸上。第一次露面，赵弘殷奉命去查张彦则把活人当军粮的恶行，成功将重要人证带回了汴梁。而皇帝石敬瑭根本没打算治张彦则的罪，因为张彦则虽然骄横跋扈草菅人命，但是他确实是能打仗的，能打胜仗的将军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有兵有将的皇帝才能立足，所以石敬瑭反而把人证交还给了张彦则，还计划治赵弘殷办事不力的罪名。这时候冯道咳嗽了2声，而皇帝见状只好作罢。冯道第2次露面的时候，石敬瑭已经病入膏肓。聪明一世的石敬瑭自然知道树倒猢狲散的道理，他封冯道为顾命托孤大臣，想要冯道保住他那小儿子的性命。可惜想明哲保身，不想参与皇权斗争的冯道并没有答应。敬瑭求你了。在石敬瑭临死哀求与小皇子凄厉的哭泣声当中，冯道终究是心软了，伸手抱住了那个本该做皇位的小男孩。冯道出了皇帝寝宫的大门，外边站满了手持刀剑的禁军。冯道牵着小皇子的手说了一句回家，这可把当时身为侍卫统领的赵弘殷快吓死了。不拦是失责，性命恐将不保。拦了不仅是忘恩负义，得罪权臣也恐性命不保。到最后战队神人赵弘殷选择让儿子赵匡胤去送信给齐王石重贵，而他自己站队冯道。石重贵收到信立马带兵入后宫，脸上的杀气藏不住了。七郎何在？好在冯道早有准备，不仅让自己的学生范质改了皇帝遗诏，意思是奉齐王石重贵继位。冯道还让家人给石重贵献上了自己亲手写的表彰，意思是他十分认可石重贵当皇帝。就这样，权臣加墙头草的冯道不仅救了无辜小皇子，还让后晋政权不发生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更替。好景不长，石重贵上位之后，想收回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16州，可惜生不逢时，也不知己知彼。石重贵手下大将张彦则不仅直接叛变，还带着契丹大军反攻汴梁城。石重贵直接烧了皇宫，决定自焚。好在侍卫亲军救火及时，石重贵保了一条命，可惜他早已是心灰意冷。
说了5代十国最锋利的断言：皇帝兵强马壮者为之。冯道知道现在的石重贵已经靠不住了，要保天下苍生，要保汴梁百姓，就必须靠自己。于是冯道开始调兵遣将，立下守城10日的目标。当然当时的汴梁城哪有什么兵将，兵是各个王公大臣的打手护院，吴越南唐等外国使团的随行，万千流民中的还算精壮的农夫，像是侍卫统领赵弘殷等人的将。就这样经过汴梁城，除了皇帝之外的上下一心，汴梁城守了10日。10日之后，冯道下令开城投降。于是张彦泽率军进城大锁3天，3天中的第1天就死了上万人，比守城10日死的人还多10倍。这里说一下为何冯道要下令守城10日，为何放纵张彦泽大锁3天，为何放任朝中重臣桑相公被张彦泽杀死，为何放任石重贵正妻楚国夫人被乱兵凌辱致死，然后挂在大街之上。守城10日表面上就是群臣所说的为了体面，敌军哪怕实力强大，我们也要有骨气和体面，不能不战而降。可是仔细想一下，冯道那时已经是2朝5帝，好听点说是2朝元老，说不好听就是墙头草。另外一个丞相桑维汉桑相公更是割让燕云16州的主谋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，所以他们守城10日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不是等后晋藩镇藩国的援军，而是等契丹天子耶律德光。只有等到了耶律德光，才有人能镇得住那个吃人将军张彦泽，才能防止张彦泽把汴梁城变成军中粮仓人间炼狱。而为什么不多守几日，直接等到耶律德光刚好到城下呢？非要给张彦泽大锁3天的时间呢？是因为没算准时间吗？其实不然，石敬瑭死的时候已经留下了伏笔，是为亲军要穿丧服，冯道连丧服有多少，应该怎么调配都心知肚明，更别提汴梁城有多少兵力和多少粮草了。坚守10日其实本就是底线，一旦超过10日，不用守城，城内的流民和士兵早就内讧了。而即使张彦泽不全城大锁，单是缺粮也会导致上万的流民饿死。那为什么要死桑维汉和楚国夫人呢？因为单死流民和普通百姓的筹码不够，要死一个朝堂中的重臣，要死一个深得民心的贵族，这样才能让张彦泽成为人神共愤的乱臣贼子。如果耶律德光还想当中原的天子，想要一统天下，那么他就必须与张彦泽划清界限。这就是为何耶律德光要处死张彦泽的真正原因。当然冯道的算计还不止于此，处死张彦泽，耶律德光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冯道的认可，换来了国号大辽，其实这些都是阳谋。冯道真实的意图就是让耶律德光赶紧称帝，这样才能逼远在太原的刘知远发兵称帝。冯道为何这样做呢？因为当时的中原因为打仗流民遍地，加上灾年更是哀嚎遍野，人相食都是常态，更别提来年春耕的种粮了。契丹兵力再强也是游牧民族，哪有那么多种粮供中原休养生息？而太原兵强马壮的刘知远就不同了。就这样，后晋短暂的变成辽国后，又被后汉取代。冯道名声虽然又臭了一点，但是中原的百姓算是得以生存下去了。就这样，刘知远当了后汉皇帝。可惜没过几年，刘知远病重。那个时候，冯道心知刘知远从太原带过来很多亲信，他只是一个做实事的职业经理人一般的丞相。皇权更替的时候，他不仅不站队不说话，诸公素为宫中老夫便不能奉陪了，而且离得皇宫远远的。不管如何明争暗斗，不管刘家谁当皇帝，冯道能做的就是安安分分做事。后来刘知远的儿子刘承佑做了皇帝，亲小人远贤臣，杀了丞相杨斌，杀了郭威全家。他没有死谏，只是任刘承佑妄为，看在眼里却不说。甚至当郭威大军兵临城下，刘承佑问冯道，郭威究竟是什么意思之时，冯道只是说了一句，陛下当去问郭威，老臣不知。冯道当真不知吗？他太知道郭威要干啥了。当所有人都跟着小皇帝莽的时候，冯道已经看清了，郭威要进城了。然后他准备好仪仗队等在城门前恭迎郭威。郭威手下大将本想威胁冯道，让冯道带领百官臣服于郭威，可冯道随风倒的本事比任何草臣都快，你写好我剧饼，至于郭威当皇
皇帝有多不情愿，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和想法，冯道一概不管不问不多事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，不是他要操心的事情。直到郭威当了皇帝，去山东兖州那边平叛，大军胜利之后，郭威没有急着班师回朝，而是直奔曲阜拜孔夫子庙堂。冯道才感慨，没想到苦等4朝，郭雀儿竟是真主。这里所说的真主，其实不是他冯道的真主，而是四处战乱的百姓的真主。要知道当时风气世事人命如草芥，兵马武力至上，而郭威认识到了儒教文臣的重要性，开创了文臣治理天下的可能性。当皇帝郭威回到汴梁之时，冯道开心地与郭威把酒言欢，甚至推心置腹地说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忠言。郭威问道：大周立国，以儒治国，能不能保万世太平？冯道笑了，然后说万世太平神仙也保不得。郭威又问道：千年太平能保吗？冯道摇头，千年太平圣人也保不得。郭威退而求其次，继续问道：百年太平能保？冯道恭敬行礼说道：须去做。如果说郭荣是5代第1明君，那么郭威与冯道便是明君之策的先行者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，终于在郭威郭荣10几年的励精图治，中原慢慢走向太平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太原后汉刘崇和契丹联合入侵大周，郭荣计划御驾亲征。此时的冯道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，他极力劝诫郭荣不要御驾亲征，甚至郭荣率军出征之时，冯道直接气得不出门相送。好不容易等来了明君，如果一旦发生意外，他冯道又得苦等不知多少年，关键是他的年龄还能不能等得起。果然意外发生，郭荣率1万前军刚刚抵达前线，后军将领就率领1万后军往回逃跑了。原本1比3的兵力直接变成了1比6。好在郭荣赵匡胤英勇善战，硬是打赢了这场兵力悬殊的战斗。此时的冯道已经重兵在床，听闻郭荣打赢了，吊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下了，紧握的双手也终于舒展开了。郭荣班师回朝之时，没能见到冯道最后一面，但是冯道却留下了仪表，不是家长里短的自家事，也不是华而不实的忠言逆耳，更不是万一郭荣兵败之后的保命退路之策，而是一份中国人口普查表。上次人口普查之时，还有人口2500万，可经过唐末到大周4朝更替，人口只剩下了486万。战乱导致的人口衰减很扎心，但更扎心的还在后面。这486万人口中，竟有注册士兵88万，差不多一户人家就得养1个兵，这怎么养得起？国家还怎么发展？当然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刚才也说了，郭荣北上抗击北汉与契丹联军，举国之力却只召集了2万的士兵，另外的80多万士兵去哪了？当然各个藩镇藩属国也有一些，可他们绝对不比郭荣的兵力多太多。可就算尚有40万，那还剩下40万的空额，当皇帝的就需要凭空支付40万士兵的军费，这不是谁当皇帝谁倒霉吗？有了这种现象，那是国家从军事政治经济全面的腐败，所以这才是造成唐末乃至5代10国祸乱的根本原因之一。能把这些问题摘出来做成仪表，可见冯道职业丞相的能力。接下来郭荣进行国家全面改革，蔡荣兵、太虚吉和田母定负责，成为了5代第1明君。赵匡胤接棒郭荣，成了大宋。太平年来了，冯公乱世不倒翁，道在心中自不同。大事时君皆过客，得问苍生不问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解析，请订阅支持一下，谢谢。